荆州大旱3年，姐姐饿死后，我爹把我娘当两脚羊卖了出去。我怕死，入宫做了洗衣女，在宫里十指生疮，食不果腹，我都慢慢忍受着，直到那日被选成替罪羊，杖责30棍，我被打得皮开肉绽，高烧将死，才知宫中活下去难如登天。我把辛辛苦苦攒了1年的银钱全部塞给管事嬷嬷，可嬷嬷却说我这张脸有贵人运，我自然是要做贵人的。毕竟我再也不会经历那些让人窒息的事。大爹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我不想走。爹，娘还回来吗？赔钱货，别耽误我买酒，明天就把你也卖给王老三。娘，我一定会来救你。娘，爹把你卖了3两银，全拿去买酒了。婵儿，快跑，往京城跑！有本事，有银子了才能救我。我朝着京城拼命跑，双脚磨出血泡也不敢停。不知跑了多久，见到京城城墙，稀里糊涂迈身进了皇宫。薪者库虽苦，但每顿有半个馒头1碗稀粥，月初还有半两月钱，只要攒够3两银，就能赎娘出来。攒那点臭钱，想买花带啊？看你偷偷摸摸的样子，能攒出什么名堂？我想攒够银子，赎我娘出来。蠢货，两脚羊就是被人吃了，你娘早死了，还做春秋大梦。你闭嘴！我娘没有死，贱婢还敢吼我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。我姨姥姥是内务部长室姑姑，我以后要当贵人，得罪我，让你在新者库干不下去。废物！这是于贵人的贴身衣物，哪个贱婢洗坏的？敢坏贵人的东西！苏公公是秋蝉洗坏的，昨日这件衣物是他负责，定是他干活不用心。我冤枉，我没有洗坏衣服，苏公公您明察啊！苏公公怎会不知真相？翠云姨姥姥是长室姑姑，她洗坏衣服总要有人背锅。你挣扎没用，认命吧，再闹就是死路一条。原来这宫里真的是吃人的，人命如草芥，权势才是一切。我只是无依无靠的贱婢，只能任人宰割。30大板滋味怎么样？早就说玩死你像玩死蚂蚁，你还不信？于贵人的衣服是我故意洗坏的，嫁祸你再去邀功。如今他让我去储秀宫伺候，你就是工具，是我的踏脚石。我以后要做皇上的女人，你只能在这等死。我要死了吗？宫女没资格找太医，只能等死。我不服输，我要活着，我要往上爬。这10两银子
希望能换得一线生机。奴婢求嬷嬷救命！你果然来了。奴婢想活着，想成为贵人，求嬷嬷指点迷津。这是奴婢所有积蓄，求嬷嬷救我。能活下来再说。你这条贱命倒是挺适合当奴才的，命硬能扛。不过你这眉眼却是天生当主子的命，可惜生在这夹层。月初各宫娘娘去内务府挑奴才，你也去试试，能不能被看上，就看你有没有造化。千万不要让苏德福知道，否则打草惊蛇，坏了大事。奴婢知道，谢谢嬷嬷，大恩大德，永世不忘。不用你永世难忘，以后你到了高位，拉我这老奴一把，让我安度晚年就够了。奴婢定谨记，日后若有出头之日，定不忘嬷嬷大恩。苏公公，孙嬷嬷，您老这是要去哪儿？带着这个贱婢有什么事儿吗？消息还是漏了，这下糟了。送秋蝉去内务府，她的名字我月前就报了，耽误我贵人们挑选，谁也担待不起。那就希望秋蝉能入主子的眼，步步高升，免得在新者字里活得不明不白。这次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，不然我死无葬身之地。和他们比，我就是泥地里的杂草。孙嬷嬷为何笃定我能登上高位？被选中的可能几乎为零。贱婢就你这模样，还妄想往上爬？苏公公在新者库等你回去送死。于贵人驾到！奴才刘福参见于贵人，贵人万福金安。谢于贵人恩典，谢于贵人恩典。就你们几个，回头去储秀宫报道。于妹妹已经选好奴才了。奴才刘福参见贵妃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兰贵妃是后宫掌权人，心狠手辣，伺候她的奴才稍有不慎就会被打死。哪来的贱婢，竟敢冲撞贵妃娘娘！来人，拖下去打死！娘娘息怒，内务府地面凹凸不平，奴婢怕娘娘千金之躯有所损伤，娘娘可踩着奴婢下余年。倒是个会说话的。你随本宫回朝阳当差。奴婢叩谢娘娘恩典。于妹妹倒是好心机，挑的奴才都是相貌平平的，是怕这些奴才爬上皇上的龙床，分了你的恩宠。娘娘教训的是，嫔妾只是觉得踏实本分的奴才更贴心。这两个奴才本宫用不上了，赐给你。怎么不愿意？不愿意就拖下去打死。奴婢谢贵妃娘娘恩典，谢于贵人收留。嫔妾谢过娘娘。回宫。从新者库到朝阳宫，不过是从一个狼窝掉进了另一个虎穴。宫里最忌讳别宫送的奴才，这两人要么被于贵人找借口打死，要么被退回新者库。贵人的义气之争，就是奴才的性命。来朝阳宫3个日子竟比新者库轻松些。只要皇上来时躲得远远的，就不会惹祸上身。我本以为日子能安稳下去，却没想到。储秀宫于贵人怀龙嗣，皇上大喜，册封于贵人为于嫔。秋蝉，好久不见，
没想到你竟沦落到朝阳宫当差，真是可怜。哼，于嫔娘娘听说你最擅长做栗子糕，如今怀了龙嗣，嘴馋得很，特意让我来叫你去储秀宫做栗子糕。怎么不愿意？于嫔娘娘怀的是龙嗣，你敢怠慢，1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。奴婢领命。娘娘说了，于嫔的肚子让她很不开心，这事儿交给你做，做成了，你就是朝阳宫1等宫女，敢背叛娘娘，让你生不如死。兰贵妃想让我下毒，害死于嫔和龙嗣，事成之后，我就是替罪羊，失败我也活不成。于嫔明明知道兰贵妃的心思，为何还要让我来做糕点？奴婢参见于嫔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栗子糕做好了，平身吧。翠云说你的栗子糕做的比旁人好吃，本宫倒要尝尝。快点呈上去，娘娘等着呢。放肆！你竟敢摔坏娘娘的栗子糕，你是活腻了！奴婢该死，手滑没端稳，求娘娘责罚。无妨，不过是一盘栗子糕，不算什么。你回去吧，下次小心些就是。谢娘娘恕罪。不知侍卫大哥拦着奴婢有何要事？大胆奴才秋蝉，竟敢在栗子糕中下毒，谋害于嫔娘娘和龙嗣，跟我们走一趟。皇上，就是这个贱婢心肠歹毒，在栗子糕里下毒，害得于嫔娘娘腹痛难舍，差点小产。太医都诊出来了，娘娘失了活血的药物啊！今日娘娘就只吃了她做的栗子糕，定然是她下的毒。回皇上，于嫔娘娘确实是误食活血之药，导致胎气不稳，万幸龙嗣暂无大害。皇上，秋蝉是臣妾朝阳宫的人，她犯下如此大罪，罪该万死，臣妾绝不会徇私舞弊，恳请皇上严惩。皇上，嫔妾想知道秋蝉为何要害嫔妾，不如让她自己说。若是她有什么冤屈，就留她一命吧。朕问你，是不是你下毒谋害皇嗣？背后是否有人指使？若是有什么冤屈，你只管直说，朕为你做主。皇上，奴婢没有下毒，这块栗子糕就是证据。今日奴婢做的栗子糕共7块，奴婢觉得数字不吉利，便偷偷藏了1块。皇上可让太医验查，看是否有毒。皇上，这算什么证据？不过是一块普通的栗子糕，说不定是他提前做好的，为的就是混淆视听。皇上明鉴，宫中所用食材皆有内务府记账，栗子糕虽是寻常物件，但朝阳宫近2个月从未领过栗子、白糖等食材，奴婢手中这栗子糕还是热的，绝无提前做好的可能，定是今日与其他栗子糕一同出炉的。验。回皇上，这块栗子糕中并无任何毒害龙嗣的药物，只是普通的栗子糕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秋蝉。皇上，嫔妾冤枉了秋蝉，心中实在不安，不知该如何补偿，不如皇上替嫔妾赏秋蝉一个恩典吧。朝阳宫宫女秋蝉，聪明伶俐，甚合朕心，册封为美人，赐居清凉院，赏锦缎20匹，金饰10件，钦此。奴婢谢皇上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美人吉祥，这是内务府为美人准备的赏赐，看看是否合心意。有劳公公，本宫很喜欢。谋害于嫔娘娘的人已经查出来了，是翠云，她已被活活打死。成为皇上的女人，在后宫之中，只会更加身不由己。嫔妾参见孙嬷嬷。你是来问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眉眼和先皇后有3分神似。先皇后去世3年，皇上对她情深意重，后为空之3年，难怪皇上看到我
会露出诧异的神情。难怪于嫔要把我推到皇上身边。在这宫里，想活下去，就要站在高处，就要受宠。手段如何无所谓，人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恭喜秋残美人，今夜皇上翻了您的头牌，让您侍寝。侍寝意味着彻底成为皇上的女人，彻底卷入后宫的争斗，再也没有回头路了。不过是3分神似先皇后，就成了皇上的新宠。这后宫的恩宠，从来都是个笑话。美人，吉时到了，请随奴才去养心殿。这一夜过后，我再也不是那个新者库的洗衣女工，而是皇上的美人。秋蝉，嫔妾参见皇上，皇上万福金安。抬起头来。渊儿，是你吗？我在。从这一刻起，新鹧鸪的秋蝉成了先皇后的替身，成了皇上心中一道触不可及的影子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秋蝉美人聪慧温软，甚合朕心，册封为贵人，赐封号柔，赏黄金100两，珍宝无数，钦此。臣妾谢皇上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恭贺柔贵人，贵人万福金安。柔贵人，朝阳宫的黄嬷嬷来了，带着人看着来者不善。去备茶吧。我们家贵妃娘娘听说柔贵人最擅长洗脚下人活，特意送你这个吃饭的家伙，以后也好给皇上洗脚献媚，讨皇上欢心。谢贵妃娘娘赏赐，臣妾定会好好收着。叛主的贱婢！你以为成了贵人就了不起了？不过是个替身，一个影子。这后宫只要有我们贵妃娘娘在，你就永远别想有好日子过。这宫里的枯井多的是，说不定哪天你就掉下去，尸骨无存。嬷嬷，好走。贵人，这鱼盐膏能消肿化瘀，敷上半个时辰就好了。不用，就让这伤留着。贵人，皇上驾临清凉院了。谁打的？回皇上，今日兰贵妃娘娘派黄嬷嬷来给柔贵人送赏赐，黄嬷嬷不知因何动怒，当场就动手打了贵人，奴才们拦都拦不住啊！黄嬷嬷御前施以以下犯上：杖毙。兰贵妃教导无方，管束下人不严，罚半年月例，禁足朝阳宫1月。无朕旨意，不得踏出宫门半步。皇舍竟会为了位分低微，拒在清凉院的柔贵人，如此重惩兰贵妃的贴身嬷嬷。这第一步赌对了，也走对了。听说了吗？清凉院柔贵人被兰贵妃的黄嬷嬷打了，皇上直接把黄嬷嬷杖毙了，还罚了兰贵妃禁足1月。我的天，这柔贵人看着不起眼，竟是皇上心尖上的人，以后谁敢惹呀？妹妹如今深得皇上宠爱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姐姐特意来看望妹妹，顺便和妹妹说说话。臣妾参见于嫔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于嫔此举绝非简单的探望，她在等外面的人看到她和我关系亲密。
娘娘不多坐会儿？妹妹今日和你聊得投机，我们姐妹要多多来往，互相扶持。贵人，于嫔娘娘这是故意的，是要借贵妃娘娘的手对付您啊！于嫔的心思我岂会不懂？她就是想坐山观虎斗，看着我和兰贵妃两败俱伤，她好坐收渔翁之利。那怎么办啊，贵人？我从来都不是任人摆布的棋子。备轿去朝阳宫，我要见兰贵妃。贱婢，你还敢来我朝阳宫？当真以为皇上宠着你，本宫就不敢动你了？嫔妾参见贵妃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本宫让你下毒，你不下，反而挑拨本宫和皇上的关系，害死黄嬷嬷。如今还和于嫔那个贱人勾结，你当真是活腻了？娘娘，于嫔一直在挑拨您和嫔妾的关系，她想让我们两败俱伤，她好坐收渔翁之利。您忘了，她腹中的龙嗣才是对您最大的威胁。嫔妾只是一个无家世无背景的宫女，就算皇上宠我，也永远越不过您。你凭什么让本宫相信你和于嫔走得那么近？谁知道你是不是他派来的细作？贵妃娘娘可曾想过，若于嫔真的诞下龙子，这后宫之中还有您的立足之地吗？她这是在自导自演，为的就是母凭子贵，日后好登上后位。若贵妃娘娘信得过我，秋蝉愿意为您效犬马之劳，助您扳倒于嫔，与您结盟。嫔妾今日来是真心想和娘娘结盟，嫔妾愿搬到朝阳宫偏殿居住，告诉所有人，嫔妾是娘娘的人。我们联手，于嫔就算有龙嗣，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于嫔腹中的龙嗣确实是最大威胁，这贱人的提议倒是可以。你想搬来朝阳宫可以，若是让本宫发现你有异心，本宫定让你生不如死。谢娘娘信任。皇上，臣妾在清凉院住惯了，可总觉得孤单。臣妾想搬到朝阳宫偏殿居住，和贵妃娘娘作伴。为何你不怕她报复你？兰贵妃是臣妾的前主子，臣妾不能因有幸得了皇上恩宠而忘本。婵儿高洁，朕都依你。柔贵人倒是好本事，竟能让皇上点头，把你从偏僻的清凉院挪到我这朝阳宫偏殿来住。娘娘说笑了，嫔妾微末身份哪有什么本事，全是沾了娘娘的光。看在娘娘的脸面份上，皇上才肯应允嫔妾搬来此处，往后还要仰仗娘娘照拂。贵妃娘娘，偏殿已经收拾妥当，这些物件奴才们这就摆置好，保证合贵人的心意。手脚麻利些，别在我院子里磨磨蹭蹭，扰了清静。是，奴才们马上办好，马上办好，还不都麻利点儿？秋蝉这个贱人，竟敢和兰贵妃结盟，真当本宫好糊弄不成？娘娘息怒，您还怀着龙嗣，可不能动气，伤了身子就不好了。这秋蝉和兰贵妃结盟，不过是暂时的，他们二人素来不和，迟早会反目。反目？等他们反目，本宫的计划全被搅乱了。本宫本想看着他们斗得两败俱伤，没想到秋蝉这贱人竟如此狡猾，竟钻了空子搬到朝阳宫去。兰贵妃也是个蠢货。你看了吗？皇上这几日天天来朝阳宫，看完柔贵人还去陪兰贵妃。兰贵妃的恩宠这是彻底恢复了，可不是吗？这俩人现在亲得跟姐妹似的，谁还敢招惹朝阳宫啊？
于平这个贱人，竟然暗中联络前朝大臣，为他腹中的龙嗣铺路，真当本宫是好惹的？娘娘，于嫔怀胎5月，正是胎相不稳的时候，她想为龙嗣铺路，我们偏不让她如愿。你有什么主意？兰贵妃性子急躁，做事简单粗暴，正好可以利用她对付于嫔。我只需在一旁推波助澜，坐收渔利即可。查，给本宫仔细查，是谁敢在储秀宫动手脚？娘娘，宫门口的石路被人弄松了，还有宫中的香料里竟被人掺了麝香。一定是兰贵妃那个贱人干的。到底有完没完？兰贵妃拙劣的手段，防得了一次，可防不了千次万次。奴才参见柔贵人，奉于嫔娘娘之命前来向贵人道谢，多谢贵人提醒，娘娘才躲过一劫。回去告诉你们娘娘，我只是做了一笔交易，我帮她躲过一劫，日后她需护我一次性命。柔贵人倒是好兴致，这御花园的花倒比清凉院的寒草看得舒心。臣妾参见于嫔娘娘。娘娘身怀龙翼，乃是宫中头等大事，不在储秀宫静养，怎得亲自来御花园吹风，小心伤了胎气。那日小太监在宫道冲撞本宫，是你提前报信，为何要帮本宫？娘娘明鉴，臣妾并非帮您，只是帮自己。兰贵妃仗着永阳侯府势大，行事张扬跋扈，眼中容不下半分沙子。如今娘娘怀了龙嗣，已是她的眼中钉，臣妾无家世无依靠，不过是她眼中的蝼蚁。今日能容臣妾，明日便能捏死臣妾。留着她，娘娘的龙嗣不安，臣妾的性命也不安。你倒打得一手好算盘，只是兰贵妃有永阳侯府撑腰，寻常罪责根本动不了她分毫。娘娘说的是，寻常罪责动不了她，可这后宫之中唯有一样罪，能让皇上不顾永阳侯府的脸面，让兰贵妃万劫不复，那便是伤及皇嗣之罪。贵妃娘娘出事了！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？娘娘恕罪，臣妾实在是急坏了，才失了规矩。臣妾方才从御花园回来，路过游廊，竟撞见于嫔和前朝的御史大夫在假山后密谈，两人说话声音压得极低。臣妾隐约听见于嫔竟想让御史大夫在朝堂上进言，让皇上早立他腹中的龙嗣为太子。娘娘，于嫔这是摆明了不把您放在眼里，她仗着怀了龙嗣，竟想勾结前朝，谋夺太子之位。若是让她成了，日后这后宫还有您的立足之地吗？永阳侯府扶持我多年，我才是后宫最敢站在最高位的人。于嫔一个家世普通的嫔妃，也敢痴心妄想反了？这人真当本宫是好欺负的不成？他腹中的那个也配当太子？娘娘息怒，您莫要气坏了身子。只是于培勾结前朝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娘娘可一定要想个法子，不能让他得逞啊！放心，本宫定让他付出代价。皇上，你要为臣妾做主啊！于嫔那个贱人，竟暗中勾结前朝御史大夫，想让御史大夫在朝堂上进言，立他腹中的龙嗣为太子。他根本没把皇上您放在眼里，也没把臣妾放在眼里啊！贵妃身为后宫妃嫔，怎的竟管起前朝的事了？御史大夫乃朝廷命官，于嫔身居后宫，怎会轻易与他密谈？无凭无据的话，不可乱说。传出去，成何体统？皇上，臣妾所言句句属实，绝无半句虚言。于嫔她就是野心勃勃，想借着腹中龙嗣谋夺太子之位啊！够了！朕说了，无凭无据，不可妄言。
你若是再这般胡闹，休怪朕罚你。去盯着于妃和兰贵妃他们近日的一举一动，都如实回禀朕。奴才遵旨。我没有证据，可不代表皇上不起义，不会查。于嫔，你等着吧。娘娘，你少喝点酒吧，烈酒伤身，若是被皇上知道了，又要责怪您了。怪罪！皇上如今眼里只有于嫔那个贱人腹中的孽种，哪里还会管臣妾的死活？娘娘，既然皇上如此薄情，那咱们也不必再对他心慈手软了。你有什么主意？细细说来。好主意，真是个好主意！就按你说的做，本宫定要让于嫔那个贱人在皇上面前颜面尽失。臣妾参见皇上，参见于嫔娘娘。免礼，坐吧。谢皇上。于嫔娘娘如今真是深得皇上宠爱，日日伴在皇上左右。只是娘娘身怀龙嗣，这般贴身依偎在皇上身边，未免太过失仪。若是传出去，怕是要落人口实。皇上，嫔妾没有，嫔妾只是想多陪陪皇上。贵妃娘娘怎的能这般冤枉嫔妾？贵妃，今日天气晴好，朕与于嫔闲谈，你怎能尽说这些话，让于嫔不快？于嫔身怀龙翼，本就辛苦，莫要再胡说八道。娘娘恕罪，皇上恕罪，臣妾不是故意的。臣妾一时失手，竟打翻了茶杯，惊扰了于嫔娘娘和龙嗣，臣妾罪该万死。皇上，此事与臣妾无关，是秋蝉她自己失手。是你。皇上，嫔妾的肚子好痛，怕是孩子要保不住了。快传太医！回皇上，于嫔娘娘胎气剧烈重荡，气血逆乱，怕是有小产之兆，需立刻返回储秀宫静养，施针保胎，否则龙嗣恐有不测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朕的面前惊扰于嫔和龙嗣，眼里还有没有朕，还有没有规矩？不必多说，兰贵妃身为贵妃，不知管束身边人，还在旁挑拨是非，禁足朝阳宫3月，不得踏出宫门半步，失手惊扰皇嗣，罚抄佛经300篇，闭门思过，即日起搬回清凉院。臣妾遵旨，谢皇上不杀之恩。快，随朕回储秀宫，一定要保住于嫔和龙嗣。都是秋蝉那个贱婢，故意打翻茶杯装尸首，把所有罪责都引到本宫身上，害得本宫被禁足在这朝阳宫，连殿门都出不去。娘娘息怒，你莫要气坏了身子，这禁足总有解的一日，届时再找那柔贵人算账便是。臣妾参见贵妃娘娘。听闻娘娘因臣妾那日失手之事被皇上禁足，臣妾心中日夜难安，今日斗胆前来请罪，一切皆是臣妾的过错，累娘娘受此牵连，臣妾愿任凭娘娘责罚。娘娘，现在不是动怒的时候，你想想，于嫔借着那日胎气不稳，日日在皇上面前哭哭啼啼卖惨，皇上对她越发宠溺，再这样下去，于嫔在宫中的势力只会越来越大。我们二人皆是他的眼中钉，他定不会放过我们。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，本宫被禁足皆是拜你所赐，你现在跑来跟本宫说这些，安的什么心？你若真有办法，便直说；若是敢耍花样，本宫就算是拼了这条命，也拉着你一起垫背。霸王拳还有平天。娘娘放心，臣妾定不会让娘娘失望。于嫔，你这个心机深沉的贱人，那日御花园之事，分明是你故意设计，竟敢在皇上面前装模作样，博皇上怜惜。贵妃娘娘这是怎么了？不过是被皇上禁足了几日，就成了这副气急败坏的模样，真是可惜。
皇上宠我怜我，那是因为我怀了皇上的龙嗣，是为皇家开枝散叶。哪像某些人入宫多年，占着贵妃的位分，仗着娘家势力，却连个蛋都生不出来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受宠，守着空房独守寂寞，真是可怜又可悲。你说什么？我的肚子，我的孩子，好痛！我的龙嗣！娘娘，娘娘，您闯祸了！不好，中计了！于嫔，你怎么样？太医正在过来，传太医！皇上，你听臣妾解释，是于嫔她故意激怒臣妾，臣妾一时失手才推了她，臣妾不是故意的。皇上，你相信臣妾啊！回皇上，于嫔娘娘她胎气尽散，血崩之兆已现，腹中的龙嗣没了，微臣尽力了，实在是无力回天呐。兰贵妃，你竟敢在宫中残害皇嗣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眼里还有没有朕？还有没有这皇家的规矩？皇上，臣妾冤枉，臣妾真的冤枉，是于嫔设计臣妾，是她故意让臣妾推她的。皇上，您明察呀，求您相信臣妾一次。皇上他到现在还在狡辩。嫔妾腹中的孩子已经成型了，太医早就诊过，是个皇子。兰贵妃她好狠的心，她见不得嫔妾怀了龙嗣，就故意害嫔妾失去孩子。皇上，你也为我做主啊！兰贵妃心肠歹毒，残害皇嗣，罪大恶极，罄竹难书。即刻起废黜其贵妃位分，剥夺所有封号，打入冷宫，永世不得出宫。其娘家永阳侯府罚俸3年，削去1等爵位。于嫔，你个贱人，你算计我！玉嫔，你受苦了，放心，朕定会好好补偿你。吃吧，这是给你的饭菜，爱吃不吃，不吃就饿死在这冷宫里，没人会管你这废妃的死活。你这个奴才，竟敢对本宫如此无礼！本宫是堂堂贵妃，是永阳侯府的嫡大小姐，你们这些卑贱的东西也配这般折辱本宫？皇上只是一时被蒙蔽，他定会记起本宫的好，记起永阳侯府的功劳，定会派侍卫来接本宫出去的。贵妃，永阳侯府都成过眼云烟了，皇上早就废了你的位位，永阳侯府也被削了爵位，罚了俸，谁还会记着你？我看你就是疯了，在这冷宫里，你连条狗都不如。是秋蝉，是那个贱婢，还有于嫔那个毒妇，你们2个联手设计本宫。从御花园的茶杯开始，一切都是你们布的局。本宫竟蠢到信了秋蝉的鬼话，成了你们手中的棋子。秋蝉、于嫔，你们这2个贱人，本宫就算是化作鬼，也绝不会放过你们。本宫在这冷宫里受的所有折辱，定要你们千倍百倍的偿还。你们等着，等着！贵人如今深得皇上宠爱，皇上赏的珍宝堆了半间殿，
连各宫的宫妃都要敬着贵人3分，总算是熬出头了，不枉费当年在新者库受的那些苦。嬷嬷说的哪里话，这一切都多亏了嬷嬷当年的指点和照拂。若不是嬷嬷在新者库教臣妾宫中的规矩，为臣妾谋划，臣妾如今怕是还在新者库做着洗衣的粗活，哪有今日的光景。贵人能记着老奴的这点情分，老奴就知足了。只是贵人如今风光无限，不可掉以轻心。于嫔因小产之事被皇上晋封为于妃，她如今有了皇上的愧疚和后宫的权力，势力只会越来越大。贵人日后与她相处，一定要步步小心。嬷嬷放心，臣妾心里有数，不会掉以轻心的。兰贵妃不过是第一个棋子，她于嫔，现在是于妃了。兰贵妃倒台，下一个就是她。这是先皇后的画册，切记看过后烧干净。是，多谢嬷嬷。元儿，有你在身边，朕浑身的筋骨都松快了，心里也格外安稳，比殿中摆着10炉暖炭还要暖。皇上日理万机，操劳国事，臣妾能伴在皇上身边，为皇上揉肩解乏，替皇上分去半分疲惫，便是臣妾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只求能一直这样陪着皇上。有你在，朕知足了。皇上，皇上有旨，柔贵人秋蝉温婉贤淑，恭谨事上，晋为柔嫔，迁居中翠宫，赏黄金100两，上等绸缎1000绸，古玩玉器20件，宫人太监各10名，冠爵后宫。皇万岁，万万岁！秋蝉这个贱婢，不过是个模仿先皇后的替身，竟敢抢本宫的风头！本宫刚掌了后宫凤印，她就被晋封为嫔，皇上还赏了她那么多珍宝，这是摆明了偏袒她。本宫定要让她好看！娘娘息怒，如今您掌着后宫的凤印，打理后宫所有事宜，有的是办法对付那柔嫔。不如我们暗中下手，挑些错处治她的罪，让她失了皇上的宠爱，甚至让她生场大病，再也无法侍寝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做。本宫要让这个贱婢从云端坠入泥潭，摔得粉身碎骨，永世不得翻身。本宫倒要看看，没有了皇上的宠爱，她这个柔嫔还能得意多久？娘娘，您这都第3日了，吃什么都反胃，连口茶都咽不下。奴婢这就去太医院请太医，可不能再拖了。无妨，许是近日天干气燥，脾胃不舒罢了，别兴师动众，惹皇上担心。娘娘，这哪是小事？您身子金贵，万一拖出毛病可怎么好？奴婢这就去，片刻就回。臣参见柔嫔娘娘，娘娘金安。劳烦太医为本宫瞧瞧，近日总觉身子不适，吃不下东西。恭喜柔嫔娘娘，娘娘这是喜脉，脉象沉稳有力，胎象十分稳固，乃是大喜之事。太医，你说什么？本宫有孕了？千真万确，娘娘确实有孕，臣岂敢欺瞒？安心静养，千万不要动了胎气。恭喜娘娘，娘娘有孕，真是天大的喜事。奴婢这就去吩咐御膳房，给娘娘做些清淡适口的吃食。有劳太医了，赏。是。春桃，送太医出去。孩子
娘有你了，有了你，娘在这后宫就有了最硬的靠山。皇上，柔嫔娘娘求见。快让婵儿进来，赐座。臣妾参见皇上，皇上金安。婵儿今日气色看着好些，只是怎的总扶着小腹，身子还是不适。回皇上，臣妾今日请太医瞧过了，太医说臣妾有孕了，已有1月有余。婵儿，你说什么？你有孕了？朕有孩子了？朕终于又有孩子了！是皇上，臣妾有孕了。李德全，传朕旨意。奴才在。柔嫔秋蝉温婉贤淑，今但遇龙逆之兆，晋为柔妃，赏黄金1,000两，绸缎1000匹，宫人太监各20名，传谕6宫，皆须恭敬伺候柔妃，凡有怠慢者，严惩不贷。奴才遵旨。臣妾谢皇上隆恩，定好生养胎，为皇上诞下健康龙嗣。快起来，仔细身子。婵儿，你是朕的福星，有你在，朕何其有幸。娘娘，不好了！养心殿传旨，柔嫔娘娘有孕了。皇上大喜，晋封她为柔妃，还传谕6宫，让所有人的恭敬伺候她。秋蝉这个贱人，凭什么？她不过是个模仿先皇后的替身，凭什么能怀上龙嗣？凭什么能被晋封为妃？那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白死了！嘘，娘娘，这不能说啊！您慢点，您别气坏了身子。奴才这就去请太医来给您瞧瞧。妹妹有孕，姐姐听闻消息，心中欢喜的紧，特意备了些补品来看望妹妹。姐姐大驾光临，臣妾有失远迎，望姐姐恕罪。妹妹这是说的哪里话？你如今怀着龙嗣，乃是宫中头等大事，姐姐理当来看望。这些是姐姐特意为你准备的上等补品，妹妹一定要好好补补，为皇上生下一个健康的皇子。刘太医，快为妹妹诊诊脉，瞧瞧胎象如何，也好让姐姐放心。是。娘娘吩咐过的，若有异动，便立刻传信给养心殿的宫人。回玉妃娘娘、柔妃娘娘。柔妃娘娘脉沉稳有力，胎气固稳，龙翼安康无虞，只需日常安心静养，忌劳神动气便可。那就好，妹妹这胎可是皇上的心头肉，千万得养得妥妥帖帖的。姐姐今日带来的这些补品，可都是精挑细选的好东西，都是孕期大补的好物，最是养胎。妹妹，你瞧，这燕窝，泡发后炖上冰糖，每日1碗，不仅你身子能养得丰满，腹中孩子也能长得壮实。还有这长白山的百年老参，多谢于妃姐姐。姐姐怀龙嗣时，可惜没福气留住。妹妹如今有这福气，可千万别怠慢了，多补补，孩子生下来才健硕，皇上见了定更欢喜，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。姐姐费心了，这般珍贵的补品，让姐姐破费，臣妾心中实在过意不去。妹妹说的哪里话？你我同为皇上妃嫔，你的孩子就是皇上的孩子，姐姐照拂你是应该的。这些补品本就是用来养胎的，
搁在姐姐府中也是浪费。妹妹可千万别跟姐姐见外，定要日日坚持吃，可别辜负了姐姐的心意。多谢姐姐盛情，臣妾心领了。春桃替臣妾好生收着，莫要辜负了姐姐的心意。是，娘娘。妹妹刚诊完脉，定是累了，姐姐就不打扰你静养了。记得每日按时吃补品，若是有什么需要，只管差人去储秀宫说一声，姐姐定当尽力帮衬。有劳姐姐挂心，春桃，替臣妾送送姐姐。是。娘娘，您怎的还应下了？于妃娘娘这摆明了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这些补品指不定被她动了什么手脚，万万吃不得。听闻先皇后当年怀龙嗣时，便是日日吃这些大补之物，最后胎儿过大，难产血崩，一尸两命。于妃之心昭然若揭啊！娘娘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这些补品，他想让本宫重蹈先皇后的覆辙，那本宫便遂了他的意。这些补品照吃不问，只是该怎么吃，吃多少，就得由本宫说了算了。柔妃娘娘，皇上圣安，奴才奉于妃娘娘之命，给娘娘送炖好的燕窝参汤，补胎用的。婵儿，慢点，小心烫。谢皇上关心，只是臣妾这几日吃姐姐送来的补品，总觉肚子有些不舒服。可姐姐一片心意，臣妾不好推辞。李德全，传太医，查验这碗汤，还有食盒里的所有补品。回皇上，这汤羹和补品中都掺了少量红花、牛膝这类活血药材，量虽少，但长期服用必会扰乱胎气，轻则肚子疼，重则滑胎。大胆奴才，竟敢谋害皇嗣！说是谁指使你的？皇上饶命，奴才不知道啊！所有补品都是于妃娘娘亲手吩咐厨房做的，让奴才按时送来，奴才真的不知情啊！哼，拖下去，杖毙！皇上，皇上！李德全，摆驾储秀宫。皇上驾临，嫔妾有失远迎，皇上万福金安。于妃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柔妃补品里掺活血药材，谋害朕的皇嗣！你眼里还有朕吗？还有这后宫的规矩吗？皇上，臣妾冤枉，臣妾没有。那补品都是臣妾精挑细选的，定是有人栽赃陷害臣妾。皇上，你信臣妾一次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狡辩？芳儿已招供，太医也验出了药材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念在你曾怀过龙嗣，朕饶你一命。即刻起，禁足储秀宫，收回凤印，后宫事宜由柔妃暂管。再有妄动，格杀勿论。奴才参见柔妃娘娘，奉皇上旨意，后宫印信账册皆交娘娘掌管，后宫大小事宜由娘娘暂理，奴才们听候娘娘吩咐。起来吧，后宫之事关乎皇家体面，尔等需尽心辅佐。凡有徇私舞弊、欺压奴才者，按宫规严惩，绝不姑息。这几处采买账目含糊不清，限你3日内查清回禀，各宫分例按品级重新核定，
废除多余规制，节省宫中用度。是，奴才遵旨。传本宫旨意：后宫各宫不得相互攀咬、奢靡攀比，有违令者，轻则罚俸，重则禁足。娘娘暂管后宫，事事处置的条理分明，不偏不倚，真是难得。嬷嬷过奖了，不过是按宫规办事。于妃虽被禁足，可她在宫中经营多年，身边定有死忠心腹。如今娘娘腹中孩子是重中之重，娘娘定要处处提防。嬷嬷放心，臣妾早已安排暗卫盯着储秀宫，于妃的一举一动，臣妾都清楚。她翻不起什么大浪。秋蝉这个贱人，夺我凤印，本宫定要让她付出代价。娘娘莫气，柔妃不过是宫女出身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你说的对，传信那人来见我。参见于妃娘娘，不知娘娘有何吩咐？本宫要你去查柔妃秋蝉的家人如今在何处，是死是活，住在哪里，查得一清二楚。查到后，将他们全部抓起来，带回来见本宫。奴才遵旨。储秀宫也先来报，于妃派宫外密探查您的家人，密探已连夜离宫去查。娘娘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于妃竟如此恶毒，我们要不要立刻派人去保护家人？他想抓我的家人，真是异想天开。我的家人早就不在人世了。若是能找到他，我还要谢谢于妃了。你找几个人跟着那密探，他要查，你就给他指一个地方，安排几个假家人在那儿，等他动手抓捕时，当场拿下，人证物证一个都不能少。奴婢明白。都别动，奉宫中旨意，带回去尔等问话。定是秋蝉那死丫头闯出祸事来了，我们才不去呢！哼，果然是柔妃家人，带走！大胆狂徒，竟敢在京城作乱，拿下！是谁派你来的？为何要打探本宫家人，意欲何为？如实招供，可留你全尸；若有半句虚言，本宫叫你生不如死。娘娘饶命！是于妃娘娘，是她吩咐奴才暗中追查娘娘家人下落，寻到后立刻擒住，以此要挟娘娘自行打掉腹中龙翼。奴才只是听命行事，求娘娘开恩。皇上，你方才所言句句属实，当真为于妃指使？回皇上，千真万确，是于妃娘娘亲口吩咐，奴才不敢有半字欺瞒，求皇上饶命。于妃，你这毒妇，朕一再姑息，你竟屡教不改，谋害皇嗣犹不满足，还敢使出如此卑鄙歹毒的手段，罪无可赦！李德全，传朕旨意，于妃苏氏心肠歹毒，屡犯大逆，谋害皇嗣，私潜外人，即刻废黜妃位，贬为庶人，打入冷宫，永世不得释放。其宫中党羽一体严查，格杀勿乱。奴才遵旨。皇上，别怕，都结束了，往后有朕在，朕护着你，
或者咱们的孩子，再无人能伤你分毫。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风光无限的于妃娘娘吗？瞧我这记性，如今该叫你苏氏庶人才是。你也有落到这般境地的一天。兰贵妃，你少在这里幸灾乐祸，你又比我好到哪里去？我们都是被秋蝉那个贱人精心算计了，他心狠手辣，步步为营，踩着我们的尸骨往上爬，他才是这后宫最毒的蛇蝎，他才是最大的赢家。你我二人都成了他登位的垫脚石，都是天大的笑话。算计又如何？输了就是输了，争了一辈子，到头来还不是困在这不见天日的冷宫里，这辈子永无出头之日了。恭喜柔妃娘娘，脉象沉稳，小皇子发育良好，只需安心静养，不出5个月便可顺利生产。有劳太医了，赏。日后每日照旧来诊脉，有任何情况即刻回禀。是。娘娘，该喝安胎药了。春桃，吩咐御厨房今日做些清淡的点心，等会儿去见皇上。是，娘娘。婵儿，委屈你了，也辛苦你了。等咱们的孩儿平安降生，朕便下旨立他为太子，再昭告天下，立你为后，让你母仪天下。皇上，臣妾从不敢奢求后位尊荣，只求能常伴皇上左右，看着孩儿平安长大，一世安稳，臣妾便心满意足了。傻丫头，朕向你保证，定会让你和孩儿成为这天下最安稳、最幸福的。